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剪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，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，再打開旁邊小鈴鐺，這樣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也幫我按個讚，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。謝謝大家。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我們來想一個問題哦，我們人類所看到的、所感受到的世界，就是唯一的真實嗎？還是說，在其他動物的眼中，這個世界其實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模樣？這就很有趣了哦。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聊聊這個話題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古希臘有一位哲學家叫赫拉克利特，他說過一句話，我覺得超酷的。他說：“海水對魚來說是能讓它活下去的好東西，但對我們人類來說卻是不能喝的毒藥。”哇！這句話根本就點出了我們今天要聊的核心。同樣一個東西，海水哦，怎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？那問題就來咯，到底誰的體驗才是那個所謂的真實呢？你看哦，我們都覺得黃金很值錢，房子要打掃得乾乾淨淨才舒服，這對我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。可是你想想，對一頭驢子來說，你給它黃金，它可能還寧願要一把新鮮的草料；對一頭豬來說，在爛泥巴裡打滾，那可能才是最爽的享受。所以說，我們人類的觀點真的有比較高級、比較正確嗎？還是說，它不過就是地球上數百萬種動物視角裡普通的一種而已哦？好，為了把這個問題想清楚，我們今天的分析會分成幾個步驟。首先，我們會來看一場古代中國非常有名的辯論，叫做魚之樂。接着，我們會從中拆解出兩個一直以來都很難解決的關鍵難題。然後，我們會挖出一個懷疑論者在論證的時候自己都沒發現的隱藏矛盾。接下來，我們會跳到伊斯蘭世界，從一份古老的文本裡找到一條擁抱差異的新路。最後，我們再回頭看這整件事到底能教給我們什麼 ？OK， 那我們故事的起點要拉回到2300多年前的中國，在道家的經典《莊子》裡面記錄了一場超級經典的對話，他把人類跟動物視角之間的衝突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故事大概是這樣的：有一天，莊子跟他的一個好朋友叫惠子，兩個人在好水的橋上散步。莊子看着水裡的魚，就很有感觸地說：“你看那些魚游得多開心，多自由啊！這就是魚的快樂吧？”這就是莊子他當下的感受，他覺得魚是快樂的。可是他這個朋友惠子是一個邏輯大師，馬上就丟出一個超犀利的問題。他說：“你又不是魚，你哪來的自信知道他們是快樂的？”哇，這句話直接就打中了要害，等於是在挑戰莊子。你身為一個人類，憑什麼可以跨越物種的界限，去判斷另一種生物的內心感受是什麼？莊子的回應真的非常聰明，他沒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把惠子的邏輯直接丟回去。你看他多厲害，他直接把這個懷疑從人怎麼懂魚，直接拉高到你怎麼懂我的層次。意思就是說，如果你覺得我沒辦法理解魚，那你又憑什麼覺得你能夠理解我現在的想法呢？這真的是一個很高明的辯論技巧。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。這段對話聽起來很簡單，對吧？但其實它背後藏了兩個哲學上非常根本的難題。這也是為什麼幾千年過去了，關於不同視角的爭論始終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。第一個難題叫做不可判定性，意思就是說，當人類跟動物的看法打架的時候，誰來當裁判？我們人類自己就是其中一方啊，這就像一場球賽，你不能叫其中一隊的球員來當裁判吧？立場根本不可能客觀嘛。第二個難題叫不可知性，這個問題更根本，也就是說，我們永遠都沒辦法真正進到另一個生物的內心世界去體驗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，從一條魚的眼睛看出去，這個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。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這種困惑不是只有道家在想而已，全世界各個時代的思想家都在煩惱這件事。像在古希臘，有個哲學家就說，動物跟動物之間差異這麼大，我們根本不該隨便對世界的本質下定論。到了現代，更有個哲學家叫內格爾，他問了一個超經典的問題：當一隻蝙蝠到底是什麼感覺？他認為，就算你把蝙蝠的生理構造研究得再透徹，你還是永遠沒辦法體會用聲納看見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主觀感受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。當我們仔細去看那些懷疑論者，
他們為了證明動物的視角也很重要，所提出來的論點是，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bug， 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。這個矛盾是這樣的，你聽聽看。第一步，他們會拼命強調動物跟人類有多麼的不同，他們的感官、他們的喜好、他們的生活方式都跟我們差太多了。就是因為這種根本上的差異，他們的視角才有資格挑戰我們人類中心主義，對吧？但好玩的地方來了，到了第二步，他們為了說服我們要認真看待動物的看法，他們又會反過來說，你看，動物其實跟我們人類很像誒，他們也會用工具，會團隊合作，有喜怒哀樂，甚至像狗狗一樣，還懂得什麼叫忠誠。等一下，這就有點奇怪了。如果你要證明動物很棒，他們的觀點很重要，是因為他們跟我們人類一樣聰明，一樣有美德，那不就等於又繞回了用人類的標準來當標準嗎？那一開始說的那個最重要的根本差異，到底還重不重要？這個論證好像自己打到自己了。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跳出這個矛盾的迴圈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西元10世紀，伊斯蘭世界有一個很神秘的組織，叫做純潔兄弟會。他們在自己的著作裡就提供了一個非常強大的不一樣的思考路徑。他們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平等觀。他們認為每一個物種都是被造物主精心設計過的，每一個生物都完美地適應它自己的生活環境。你可能會覺得駱駝的長脖子看起來很好笑，但對它要吃長在高處的葉子來說，那可是最完美的設計。所以，真正的平等不是看它們有多像人，而是去欣賞每一個物種在它自己的世界裡本身就是一個完美的設計。價值的根源就在於多樣性本身。這個觀點呢，真的很高明，它巧妙地把整個辯論的遊戲規則都給換掉了。問題不再是人類跟動物誰比較厲害，誰的看法比較對，而是變成了我們該如何去學習欣賞所有不同形式的存在。你看，整個思維就從競爭轉向了欣賞。好，那現在我們帶着這個欣賞多樣性的新視角，再回頭去看莊子跟惠子的那場辯論，我們或許就能理解莊子最後那句聽起來好像在耍賴的會道，到底是什麼意思嘍。當惠子一直追問，莊子最後是這樣回答的。他說：“我們回到最一開始，你問我你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，這就表示你問問題的時候就已經先承認我知道了嘛。至於我是怎麼知道的，我就是在這座橋上知道的啊。”這句話表面上聽起來真的像在玩文字遊戲，有點硬凹的感覺。但是很多後來的學者都認為，這根本不是邏輯上的閃躲。莊子其實是在做一個邀請惠子去分享一個共同的視角。他真正想說的可能是：嘿，老兄，我們兩個就站在同一座橋上，看着同一條河，看着同一群魚。從我站的這個地方看出去，我感受到了魚的那種快樂。你就在我旁邊，難道你一點感覺都沒有嗎？所以關鍵點就在這裡了。莊子那場辯論的最終目的，可能根本就不是要在邏輯上證明魚是快樂的，也不是為了要辯贏惠子。他真正的目的是邀請對方去嘗試一種同理心，試着去跨越我們每個個體之間的隔閡，去感受、去理解另一個生命當下的狀態。這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最後的思考。在我們平常跟別人爭論的時候，不管對象是誰，或許最重要的事，真的不是去證明自己是對的，而是去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着無數我們永遠沒辦法完全理解的視角，並且學會去欣賞這種多樣性本身。這或許才是那場2000多年前的辯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啟示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從莊子和惠子的魚之樂辯論出發，看到了不同視角之間的根本衝突。接着我們分析了為什麼這種爭論很難解決，因為有不可判定和不可知這兩個大難題。然後我們發現，傳統懷疑論者的論證常常陷入一下說動物跟我們很不同，一下又說很像的矛盾。最後，我們從伊斯蘭哲學中找到一條新路，那就是價值不在於相似，而在於欣賞每個物種獨一無二的多樣性。而這也讓我們重新理解，莊子的目的不是辯贏，而是邀請我們去同理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您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